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诺曼的发型频道，从零开始学美发第2集。今天分享的是分区跟剪发梳的运用教学。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教学就是分区以及剪发梳的运用。那剪发梳的话，它通常会有这种宽面跟细面的。如果我是右手持剪刀，那我在分区的时候就是右手持梳子。那分区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定用宽的位置去划分发片，那用密集的这一边的梳子，我们去拉头发，准备做修剪。所以啊，它会有宽跟密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让你好做分区。剪发梳的手持方式，我们用食指跟大拇指抓着我们的梳子，那其他的手指头就这样轻轻的握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有一个动作，就是我们在练习转梳是非常重要的，这样你在剪发效率才会达到最好的效果。你会看我们在做剪发的时候，我们会用宽面直接做分区，分区完之后会直接把它转过来变成密梳去做梳发片的动作，因为密梳在梳发片头发的张力及柔顺度才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。这个动作大家跟我一起练一下。我们拿好我们的梳子，要转的时候呢，看好哦，我是用大拇指跟食指还有中指去做联动的。大拇指跟食指握着梳子，那用中指去翻转梳子，像这样翻过来，然后再拿着。所以大家记好哦，我们是用中指去做翻转的动作，中指下去，然后大拇指放开扣回来，握着。再一次哦，中指往下弹，那大拇指放开扣回来，食指回去，这样一个连贯动作，大家要稍微练习一下。持梳的基本技巧就是这个方式，之后呢，我会再介绍更多的应用技巧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做分区。分区基本上我们有3种最常使用的分区，就是2分区、4分区跟5大分区。2分区的话，就是我们会在头发上下做2个分区，上部区跟下部区为2分区。那4大分区的话，就是左右跟后面总共4个区域为4大分区。最后5大分区是包含了刘海、前侧顶部区、两侧还有后面，所以总共会有3大类型的分区：2分区、4分区跟5分区。好，那我先讲解一下为什么要做分区。分区最主要的话，就是把我们先没有要剪的头发先夹起来，然后保留我们要操作的区域，所以这叫分区。每一个发型都有不同的分区。之前有看到我们的影片，在剪发之前，我一定会先做分区。那我会说第1区怎么剪，第2区怎么剪，第3区完成之后，组合变成什么样的发型。所以分区也是最基础的第1个步骤。为什么？我们如果要剪旁边的长度，我不分区的情况下，我直接这样做修剪，上面的长度就会被我剪到，会被影响到。所以你不管在做任何剪法，我会建议你一定要从分区开始。那我今天从最简单的分区教大家2分区。2分区的话，是我们男生剪法最常运用到的，就是从太阳穴退化点这里为上面一个分区，下面这里为一个分区，所以2个区域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男生基本上都是保留上面这里去做造型，旁边这里可能都是推短或者是修短，所以啊，你不把上面的长度先夹起来，你很容易在剪这里的时候就会剪到上面的长度。所以我先教大家2分区该怎么做。2分区的话，我们从太阳穴的基本点开始，然后到后脑勺的区域。后脑勺的话，我基本上就会抓后枕骨顶部区。那我们用梳子直接从这里侧边这里，你另外一只手的大拇指顶在它后脑勺上，直接画一条直线过来，碰到大拇指，然后剩下手把头发拉开，这样一个快速的直线分区就出来了。我再示范一次哦，梳子的最前端这里放在我们要分区的位置上，然后另外一只手放在我们要分到的尾段最尾巴，所以我们从前面连到后面这里来。好，看好哦，另外一只手顶在后面要分区的位置，直接画直线过来，碰到你的手指头，剩下的把它往下拉开，这样一条平行的分线就出来了。这样分完之后啊，我们手用2只手指头，那把它缠绕上去。多余的长度这样缠起来之后，做一个简单的旋转，那拿出我们的分区夹，这样夹着，这样这个分区就完成了。不管你是要剪短还是剪男生，这样都很好操作，因为你就不会动到上面的长度，因为很长啊，我们在剪旁边短发，
但是上面可能是像我这一种有一点中长发，要让它盖下来，你就要做这样的分区。那我们另外一边后面区域也是一样，拿宽的位置直接画过来，往下带，这样一条分线就出来了，是不是干净又利落？我们在教助理的第一堂课，分区一定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分区它会影响到剪、烫、染，都需要这个分区的操作。好，那这样整个区域划分就出来了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二分区，上面一个区域，下面一个区域，这样二分区，你学会了吗？接下来我们进行的就是四分区。四分区的话，我们以耳朵为中心点，我们先找到我们耳朵的位置，耳朵往上到正中间就是侧边的第一个区域。好，那我们在做四分区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只手指头可以放在我们耳朵后面这里，这样放着。然后另外一只手从顶部画线下来，碰到手指头，拉开。画开之后呢，我们一样用两只手指头把多余的头发缠绕起来，然后做旋转，夹起来，这样一个区域就完成了。那我们来另外一边，再看一次哦。手指头放在耳后的位置，那梳子由上画下来，碰到你的手指头，拉开。这样一条又直又快速的分线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把它往前梳，旋转，夹起来，这样两侧的区域就完成了。好，左右两边分完之后呢，就是后部区的分线。后部区啊，我们就从脖子的一半拉起来，找到发际线，对不对？发际线的正中间就是它要分线的位置。那另外一只手抵在下摆这里，把头发放下来。从我们刚刚分的正中间这里画下来，碰到你的手，把它拉开，你就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正中线就出来了。那我们把两边的头发夹起来，这样四大分区就完成了。这样的分区啊，也是我们在做烫发、染发、剪发女生的造型最常出现的一种分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可能会先剪后面的区域，剪完之后再来决定两边的长度跟区域，所以四大分区是最基础的女生使用的剪发分区。好，那四大分区结束之后啊，最后一个五大分区。第五大分区在哪里呢？就是在我们的刘海区域。那刘海区域的位置怎么抓呢？这个高度啊，取决于你额头的高度。有些人的额头啊是2指宽，3指到4指。不一定。那以这个模特来说，他的额头高度是3个手指，从发际线到眉毛是3个指节的宽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第5分区的宽度就抓3个指节。那3个指节的话，从中心点画到它眉尾的位置，那这样画一个三角形，这样就是第5个分区了。剩下的分区都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先进行第5分区给大家看。以3个指节来说，那我们就从顶部区这一块的位置，那直接画到眉尾的位置画下来，这样就是第5分区的一边的刘海。那我们先把剩下的头发先夹起来，那我们再来画另外一边。它这一个主要画完的区域会形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区域，这个就是我们在剪刘海最常使用的一个区域造型，它会形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效果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剪刘海的区域。那我们先把它夹起来。好，那这样第5个分区就出来了，就是我们刘海三角的区域。那当然这个区域的大小会根据发型去做调整，比如说你要大旁分、长刘海、八字刘海，不一样的刘海有不一样的分区。接下来我们在发型教学上会再跟大家做细分。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最简单的就是上下2个男士的2分区，跟女生常用的4大分区，最后包含刘海修饰的5大分区，你学会了吗？今天分享到这边就结束了。如果有其他问题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再拍影片跟你分享。对于我们今天工具使用上有需求的同学，可以在这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做购买。今天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。如果不想错过下一集的教学，记得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最后记得追踪我的 IGFB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了，拜拜。